佢有時望住我，似係話乜你咁蠢㗎？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你有冇試過某一刻突然覺得你隻貓好似已經唔係幾似貓啦？表面睇人貓關係咪就係人負責供養，貓負責可愛咯。但養耐咗，你慢慢就會發現呢段關係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場長期嘅鬥智博弈。或者對貓嚟講，佢哋一早就知道資源唔對等，加上自己身形舒適，想攞到最大嘅權益，絕對唔係靠口才，又或者單純鬥邊個聰明，而係鬥邊個更清楚對方幾時會忍唔住，底線到底喺邊啊？只要摸清楚你嘅行為習性，佢哋就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喺呢場權力遊戲入面反客為主。今集我哋綜合咗嚟自世界各地一班曾經被主子玩弄甚至愚弄過嘅主人真實經歷，帶大家睇穿唔同彈數嘅貓到底可以幾有手段啊！趁佢哋仲未進化到識講人話、接管地球之前，我哋起碼要知己知彼啦。記住睇到最後啊！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只可以持續向前。弄權。好多人以為貓既然獨來獨往，應該都唔 care 咩社會階級啦。但事實係，貓嘅世界入面從來都冇平等呢兩個字，只有階級。一間屋入面，邊個係大佬，唔係睇邊個賺錢買糧，而係睇邊個擁有絕對優先權。貓係一種極度講求權力秩序嘅生物，一旦佢認定自己係權力核心，如果你呢位自以為是嘅主人涉嫌有任何越權行為，佢就會對你採取強硬嘅行政手段啦。有一個真實個案，主人屋企養咗幾隻貓，每晚開罐頭放飯時，如果嗰隻碟唔係第一個放喺貓大佬嘅面前，佢就會瞬間覺得威嚴受損啦。佢唔會即時表現到大吵大鬧，反而會好冷靜，慢條斯理咁行入廁所，用一個肯定會令你尖叫嘅方式直接喺浴缸便便。完事後，佢仲會好優雅咁行返出嚟食飯，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呢個模式反覆持續咗好耐，直到主人後嚟先意識到，原來係權力排序嘅問題。自此改返做大佬優先，浴缸先至乾淨返啊！最後呢隻貓成功糾正咗主人嘅不良行為，並且用行動發出最有力嘅警告。記住呢個屋企邊個先係大佬啊？威逼。幾時都話你越緊張一樣嘢，就越容易俾對方捉到路。貓亦都一樣，佢哋最擅長將你最在意嘅嘢變做佢哋冇得輸嘅談判籌碼。有一隻貓一日到黑掛住食，但佢唔係直接偷食，而係諗出一套高明嘅策略。每當主人準備緊晚飯，或者覺得好肚餓但冇人理佢時，佢就會跳上廚房個星盤，精準咁擔走嗰塊洗碗嘅海綿。由於主人好驚佢玩玩下真係唔吞咗落肚，每次見到都會超級緊張，被迫即時放低手上所有嘢去追返佢。結果俾隻貓發現，原來平日喵喵叫你未必下下應，但只要擔走嘅海綿，你就一定跪低。就係咁，呢嚿海綿喺呢間屋成功榮升，成為貓同主人談判嘅最強籌碼。你想攞返嚿海綿啊？咁你識做，過嚟俾嘢我食啦。結盟。好多人以為貓好自我，好哀，其實由入屋嗰一刻開始，佢已經觀察緊邊個先係權力核心，邊個只係日日鏟屎冇實權，邊個先係屋企嘅財政大臣，又或者邊個一句話就可以推翻判決。喺貓嘅心入面，早就分好晒等級啦。Don't do that. 有主人提到，每當佢一開口想責備隻貓搞破壞嘅時候，佢隻貓就會瞬間啟動求生模式，秒速跑去屋企嗰兩位老人家度。
擺出一副受盡委屈、被你欺凌緊嘅樣嚟尋求庇護啊！呢種策略高明在佢識得精準揾屋企地位最高嘅人結盟，成功將你對佢嘅管教反過嚟變成你難為緊佢啊！結果佢以後即使再犯錯都可以化險為夷，甚至可以輕鬆令到你被兩老鬧返轉頭啊！操控，想知將一切玩弄喺鼓掌之內有幾過癮？唔使問獨裁者，睇下你屋企隻貓就知啦。對佢哋嚟講，最頂級嘅權力唔係要你服侍佢啊，而係要你隨時隨地無條件聽命於佢。有主人就好無奈，每晚都要經歷一場瞓覺嘅攻防戰。佢隻貓每晚都會喺特定時間瘋狂咁搲睡房個門框，搞到成家人都冇覺好瞓。主人試過瞓覺前陪佢放電，甚至噴埋驅貓劑，但通通都冇效啊！最令佢崩潰嘅係，其實全屋嘅門明明一早就打開晒，呢個事實證明咗佢隻貓咁做根本唔係想入去邊度啊，而係純粹操控。佢好清楚呢種聲音係你嘅死語，只要一搲你就一定會醒啊！呢隻貓就係用呢一招成功向主人發出召喚，就算你發緊夢都要隨時候命啊！消耗，當雙方實力懸殊，最有效嘅戰術就係消耗啦。貓唔會同你鬥咩氣力，但佢好擅長同你鬥耐性啊！利用你嘅焦慮去消耗你嘅精氣神，直到你徹底投降啊！有主人分享，有一日佢隻貓突然人間蒸發，佢喺屋企附近揾咗足足成個幾鐘，揾到成個人都癲晒。正當佢揾到好絕望，諗住入屋放棄嗰一刻，佢隻貓竟然喺暗角慢慢咁行出嚟。呢種淡定去到好似當乜事都冇發生過，令到主人強烈好懷疑佢隻貓其實根本一直係咪匿埋喺側邊啊？冷眼旁觀睇住佢好似傻仔咁周圍揾啊！特登等到佢攰到未暈低之前，先慢慢現身。呢場精準嘅消耗戰唔使講啦，隻貓贏晒啊！反制，體型細細又唔代表真係冇計。最有威脅嘅對手咪就係識得技術性干擾咯。當貓發現你越專心好投入咁做嘢唔理佢時，佢會觀察下究竟係乜嘢搶走咗你嘅注意力啊，然後直接切斷你哋之間嘅連結，咁咪搞掂咯。唔少主人都領教過報復性尿尿，特別係喺你個枕頭上面啊。但更高級嘅反制手段係直接封殺你嘅生活功能。有一位在家工作嘅苦主，佢隻貓因為好唔滿意佢成日掛住做嘢，竟然學識咗捐入電腦台下面嗰堆電線度，一係掹斷佢條 router 線，一係就踩熄佢部打印機。最令主人崩潰嘅係，佢隻貓唔止知道係部電腦搶走咗佢主人，仲好精準咁知道搞邊條線先可以令你最快停手。呢種反制手段成功封殺你嘅工作，逼到你除咗理佢之外，根本冇嘢可以再做啊！直頭要你同呢個世界切斷聯繫，個心只可以有佢一個。偽裝，貓從來唔會輕易同你妥協。所謂嘅聽話，其實好多時只係表面合作。佢哋天生就係演技派，將做戲融入生活，就算呃到你透，對佢哋嚟講都只係基本功啫。有主人分享，平時餵藥真係好似打仗咁啊，好辛苦先逼到隻貓咕一聲，好似真係吞咗粒藥落肚。但轉頭一 check，竟然發現嗰粒藥完好無損咁喺水碗度，連一條咬痕都冇。原來有啲貓會識得將粒藥藏喺條脷底，甚至牙罅入面，仲會配合埋吞煙嘅假動作同表情，成功呃到你放低戒心之後，佢先至匿埋一角吐翻出嚟。更誇張嘅係，有啲貓直頭會學埋外語，模仿雀仔嘅叫聲嚟引誘獵物。呢
呢種影帝級嘅演技，證明佢哋好明白扮聽話或者扮弱小，其實係生存嘅必殺技。為咗達到目的，佢哋唔會介意演足全套啊。拆局。如果你以為可以用啲小聰明去瞞過你隻貓，真係太天真啦。貓擁有極強嘅觀察力同因果推理嘅能力，佢哋唔係靠第六感，而係透過觀察你生活入面嘅細節，一早已經拆解咗你下一步想做乜啦。有主人發現，無論佢點樣提前2日拎定個籠出嚟，想呃隻貓入籠去睇醫生，點知都係完全冇用。只要佢一換走套睡衣，着翻條牛仔褲，隻貓就好似知道你要帶佢出去咁，即刻匿埋咗，唔知去邊。後嚟主人再嘗試特登唔換衫啦，亦都唔拎個籠出嚟住，點知隻貓依然一早失蹤。主人事後先醒起，原來隻貓係靠尋晚竟然冇宵夜食嘅呢件事嚟推斷，因為佢應該記得之前驗血係要空肚嘅，冇飯食就直接等於聽日要睇醫生啦。呢種環環相扣嘅分析力，證明你喺屋企嘅一舉一動，其實一早已經俾隻貓睇通睇透啦。She said yes. 借勢。真正精明嘅貓，從來都唔會急住自己喐手啊！佢會睇準時機，揀啱人，利用屋企其他成員之間嘅空檔或者矛盾嚟幫自己達成目的啊！呢一招叫做借勢。有主人分享過，佢隻貓一直好恨入睡房撳地，但隻貓好清楚，如果自己搲門，實會俾主人鬧。於是佢竟然識得趁2歲嘅小主人行過，專登將隻玩具老鼠塞入房門啦。當細路見到玩具喺入面，好自然就會幫手推開道門去執啦。點知到房門一打開，隻貓第一時間就衝入去匿埋喺床下底啦，留低個細路喺門口俾大人捉到正。呢種假手於人，自己就全身而退嘅手段，心思精密到你唔服都唔得啦。嫁禍。最後呢招可以話係純粹嘅一場心理戰啊！貓根本唔需要證明自己係清白，佢只要確保有人比佢更加似犯人啊！只要屋企入面有一個長期被標籤做笨手笨腳或者成日搞事嘅角色，貓就絕對有條件可以全身而退啊！有一次，主人目擊到隻貓將廚房個杯推落地下，巨聲一響，隻貓秒速跳咗上雪櫃頂度匿埋，而隻狗就聽到聲響就跑埋去八卦睇下啦。點知佢阿爸一入嚟見到，即刻指住隻狗大鬧啊！又係你啊！結果隻貓只係喺上面冷眼旁觀，完全冇打算自首啊！如果呢種都唔係嫁禍，咁仲可以係咩呢？睇完以上種種個案，唔知當中有冇邊一幕對應到你同主子博弈過嘅生活小事呢？歸根到底，呢啲所謂嘅心機同手段，其實都係源自最原始嘅生存本能。無論佢哋曾經係流浪街頭，定係喺繁殖場或者多貓家庭長大，你都會發現佢哋其實同人類一樣，擁有充滿愛恨情仇、有血有肉嘅複雜人格。而且仲可以好精準咁應用喺我哋身上。喺今日呢個咁混亂嘅世界，我哋仲難得可以有呢位小人類陪喺身邊，每日享受住充滿愛，同時又無傷大雅嘅努力博弈。諗深一層，作為奴才都真係算好榮幸啦。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